奇妙的防过敏花，告别过敏性鼻炎，让你的呼吸无比通畅。据权威机构统计，在台湾，每5个人里面就有1位鼻炎患者。鼻炎不重视的话，还会诱发咽炎以及哮喘等严重疾病，所以日常防护和预防就非常重要。那么可不可以用一些绿色的方法，比如养一些绿植，用来缓解或者预防鼻炎呢？答案当然是有的，别划走。今天花花就跟你盘点一下这类绿植。说起来，今天的盘点可厉害了，客厅里放上几盆，不但能有效缓解鼻炎，阻断过敏源，还能让家里24小时空气清新。第一种，空气凤梨 Ananas Comosus。 说起空气凤梨的优点，那简直是太多了。这里面尤其要关注的就是净化空气、吸收过敏源的功效，这对鼻炎人群以及敏感人群是救星一样的存在。首先，空气凤梨能释放负离子，而负离子能吸收空气中的灰尘、细菌、霉菌等颗粒。不但如此，空气凤梨还能吸收装修材料释放的苯和甲醛等有害气体。除此之外，空气凤梨的叶片表面分泌的一些物质具有抑制霉菌生长而引发的室内空气污染。空气凤梨的好处不仅仅在净化空气方面，还在于它的养护非常简单。首先给它一个通风和散射光的位置，然后大概7天浇一次水。这里需要注意的是，水不要残留在叶片上，否则叶片容易腐烂。空气凤梨养护过程中会不断长出新芽和新叶子，为了让空气凤梨保持美观健康的状态的话，及时修剪老叶枯枝以及影响株型的新芽和新叶就变得非常重要。空气凤梨还有一点让人特别喜欢，那就是超简单的繁殖方法。常用的方法就是扦插繁殖，先剪一段健康的新芽，然后插到湿润的土或者水培容器中，大概2个星期就可以生根成活。最后要说的就是空气凤梨最大的优点，那就是它既可以土培也可以水培，不过花花建议可以做个吊瓶用来水培，装饰起来非常的别致。第二种，春雨 Tree Philodendron。 春雨叶片浓绿色，叶柄长且粗壮，形状像羽毛，所以取名为春雨。春雨的气生根非常发达，并且常常下垂，这就造就了它优美的株形。除了观赏价值外，春雨还具有强大的净化能力，它可以过滤各种尘埃、烟尘，还可以吸收有害气体，因此家里养一盆春雨，对于过敏人群而言，就像养了一盆天然的空气净化器。尤其是把它放到卫生间，能有效地吸收废气、毒气，去除异味和潮气。说到春雨的养护，无非离不开这几个因素。第一，春雨喜欢高温多湿的环境，对光线要求不高，所以可以养在阴暗的地方。第二，它的配土需要肥沃、疏松并且是微酸性的土壤最好。第三，想要繁殖多盆春雨的话，建议扦插或者粪株繁殖。扦插繁殖的话，要用健康的枝条做插穗，直接插到土中，大概20天左右就会生根发芽。为了提高春雨的成活率，扦插繁殖建议在5至8月份进行。而粪株繁殖适合生长旺盛的春雨，将新长出来的不定根与母株分离，然后种植到土壤里面，大概10天左右就能成活。但平时养护春雨的话，要特别注意，低温低于8度的话，春雨有冻伤的危险。第三种，文竹 Asparagus Setaceous。 通过研究发现，文竹能够吸收2氧化碳并释放出氧气，每小时可抵消2.4立方米的空气污染物。不但如此，文竹还能吸收空气中的有害气体和粉尘等过敏源。所以家里养一盆文竹，不但能提高家里的逼格，还能有效防止过敏源。但养护文竹其实不容易，10个人中有9个人都会遇到黄叶的问题。总结起来，文竹黄叶的原因有以下几个，快来看看你有没有中招。1. 环境干燥。文竹喜欢湿润的环境，所以湿度偏低的时候，文竹叶子就会变得没有光泽，慢慢就会变黄、发干掉落。这种情况下，应该使用加湿器，或者用给文竹喷水等方式增加空气湿度。但这种情况一般多发生在北方，比如北方的秋天和冬天。2. 光照过强。文竹喜欢半阴环境，所以光照太强，不但会抑制它的生长，还会让叶片变淡变黄。特别是温度高于30度时，如果长时间暴晒，叶片不但会发黄，还会慢慢蔓延到茎秆，导致整棵文竹死亡。
所以养护文竹时，通风好、光线明亮是最好的环境。3. 浇水不当。养花浇水是永远的课题，浇多了会死，浇少了也会死，这对文竹也一样。浇水多了，文竹就会黄叶并生长缓慢，主要表现为文竹不但生长缓慢，新叶比较黄，老叶也是从下往上慢慢变得干黄。反之，浇水少了，无论新叶老叶都会从下往上慢慢变黄。快看看你家的文竹是水多了还是水少了吧。4. 缺肥。虽然文竹对肥料的需求不大，但如果1-2年都没有换盆或者没有施肥，就会导致营养缺乏而生长缓慢，继而黄叶。而文竹缺肥时候的特征是叶子通体变黄，尤其新生的叶片更加受黄，时间久了，下面的老叶子会逐渐干枯。所以缺肥这种情况的处理办法就是小盆文竹每年换一次盆，大盆文竹最好2年换一次盆。如果担心换盆不当的话，可以在春秋生长旺季给它使用氮磷钾均衡的肥料。5. 盆土偏碱。文竹喜欢微酸的配土，所以直接用原土种植的话，就会导致文竹整体长势慢，叶片不翠绿，并有干尖，并且还会伴有盆土板结的问题。这个时候一定要更换盆土，否则神仙来了也就不活了。6. 离电器太近。文竹如果放在电器附近的话，电器发生的热源也会导致文竹黄叶交尖，但这种情况下大部分都是靠近电器的一面黄叶，而远离电器的一面则还是保持着绿色的叶片。虽然距离电器太近会导致文竹黄叶，但也并不是完全不能放，距离控制在超过20厘米的地方，大概率就不会黄叶了。7. 空气质量差。文竹是比较娇气的一种盆栽，它能净化空气的同时也喜欢干净的空气，所以如果家里的空气养得绿油油的话，空气环境不会太差。相反，如果养的文竹一直黄叶的话，证明要么空气质量比较低，要么就是放在了长期有二手烟或者灶台比较近的地方了。第4种，橡皮树 Ficus elastica。橡皮树的喜欢生长在光照充足的环境中，如果长时间缺乏光照的话，橡皮树也会徒长，表现出来的样子就是茎节逐渐变长，枝条变得细弱，叶片也越来越小。所以对于橡皮树来说，光照一定要充足。除了光照外，橡皮树的浇水也需要注意，因为它耐旱性比较强，所以浇水时宁少勿多，摸一摸叶片变软的时候，再考虑浇水也不迟。浇水虽然不能太勤，但是喷水可以经常做，这样有助于叶片长得更亮更挺拔。除此之外，橡皮树到了一定高度时，要打顶修剪，促使它多发侧枝，这样才能让株形更加饱满匀称。当然，修剪不仅限于打顶，杂乱或者过密的枝条也要及时修剪，用来保证通风和充足的养分供应。最后要特别提醒一句，橡皮树有一定的毒性，如果家里有老人或者孩子的话，主要不要触碰或者误食。说起橡皮树的功效，主要有3点。第1点是叶片表面的气孔能吸收空气中的二氧化碳、苯、甲醛以及空气中的微尘等有害物质。第2点，因为橡皮树叶片较大，通过光合作用释放的水蒸气可以调节室内湿度，适当的湿度有助于缓解空气中的粉尘、悬浮的微生物，进而提高空气质量。第3点，橡皮树可以释放负氧离子，这对净化空气、提升空气质量有一定作用。有适合鼻炎人群的绿植，就有不适合的绿植。下面介绍的绿植和花卉，虽然开花比较惊艳，或者具有芳香的气味，但是鼻炎人群或者过敏人群选择的时候还是需要慎重。第1种，花粉比较多的花。鼻炎人群大部分都有过敏源的问题，而花粉过多的话，极其诱发流鼻涕、打喷嚏、咳嗽等症状的发生，给人造成不适，所以花粉比较多的绣球、百合花等不推荐。第2种，味道比较浓的花草。有些绿植或者花草因为味道比较重，所以鼻腔吸入以后就会对鼻腔黏膜产生刺激，比如夜来香、郁金香等花草。第3种，略带毒性的花草。略带毒性的花草会散发出毒气，容易损害鼻腔黏膜，导致鼻炎症状加重，不利于恢复。常见的有夹竹桃、含羞草等。你有鼻炎的困扰吗？如果有的话，请回复1。
以上就是今天介绍的跟鼻炎相关的绿植，花花推荐大家有条件都搬回家里养一养，随时呵护身心健康。关于养护有其他意见，欢迎评论区交流。感谢观看，感谢粉丝的喜欢和支持，我们下期再见。